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肥话连篇，我是肥姐，我是惠子。今天这期节目咱们来聊一聊关于开心和不开心这件事儿啊。为什么想聊这个话题啊？其实是前两天我们自己在闲聊的时候啊，想到说，生活中其实经常会遇到一些不开心的时候。没错。遇到这些不开心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来让自己开心呢？感觉是一个很深奥的学问。对，或者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不同的让自己开心的方式。对，然后希望这个事情可以引起大家的共鸣，然后也希望大家在收听这一期节目的时候疯狂的跟我们分享啊，你认不认同我们这些让自己寻开心的方法？同时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啊给我们提供一些寻开心的方法，这样的话大家记好笔记啊，以后不开心的时候就整理出来，然后就天天去寻开心。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在不开心的时候做一些事情让自己变得开心起来。比如呢？就有些事情可能是比较健康的，有些事情呢可能就不是很健康。我跟你讲，越不健康越开心。那我想先问一下，你有没有什么非常个人的能让自己开心起来的小妙招，一般人想不到的，你觉得是你自己的一个独门秘诀？我有一件事情是会让我觉得特别开心的，就是我从小特别喜欢拥抱。真的假的？真的。为什么在我这儿没有感觉到呢？是说自从遇到我之后就戒掉了这个事情？你没有感觉到吗？我觉得我已经挺喜欢拥抱你了呀。是吗？就是在家里面没事儿，我不是也会说伸手说抱一下。很突然，有的时候。对，我就是很突然。那我觉得你需要精进一下这个拥抱的时机的掌握。有时候你真的太突然，就突然到在非常不恰当的场合突然间说要抱一下。比如说呢？比如说我在这做饭，你就抱一下我啊，很莫名，我这是左手菜刀右手炒勺的，我怎么抱？就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让我爸就是站在离我比较远的一个地方然后冲过来抱你。对，不是他冲过来，是我冲过去。就冲过去会有一个惯性，然后跳起来啪一下挂在他身上。然后他就可以把我抱起来然后转一圈。那我知道为什么岳父大人这个腰这么不好了。就这种冲击，这种冲量，这种一下子压到身上，怪不得。对，但是我觉得那个瞬间就是特别开心，有点像那种你很久没回家，然后狗突然间见到你了，狗向你冲过来，不就是这样吗？呱一下冲过来，扑倒你。你把自己比喻成狗，我可没有说。对，我会觉得那个时刻就特别开心，因为小的时候你矮矮的嘛，然后你爸把你抱起来，然后一转圈，你就会觉得自己像飞起来了一样。就感觉好像我跳起来之后他又给我托起了一个高度，是，所以我就更高了。对，然后两个人拥抱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他的那种体温还有味道，就会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对，那这个人的体温和味道得让你安心，别这个人一身汗臭。淡淡烟草味道，想念你白色袜子呗。前两天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我想说，我说当年听到这首辛晓琪的味道的时候，觉得真的难以理解为什么会把白色袜子写在歌词里。现在回头想想，都这么多年了，人家都把袜子写到歌词里了，都没有什么歌能超越这种歌。就这些老歌还是有它的魅力。当然这是题外话啊。是，对，我讲回你刚才说那个拥抱那个事儿。对，说起这个拥抱，我就想到另外一个让很多小朋友很开心的事儿，就是所谓那种骑大马。对啊，你骑过吗？我们叫骑马郎，就是你骑在你爸的肩上。对不对？对，一般都是爸爸把孩子拖起来，然后那种裤裆挎在脖梗子上嘛。就我这个描述，大家应该很能理解是什么样。有一个搞笑图片，小孩拉稀了，拉在他爸背上。看这种图片就让人很开心。就说到这个骑大马嘛，小的时候是好多人都喜欢的嘛，很多小孩都喜欢，一出门就让父母这样把自己扛起来。但我从小就受不了这个，我害怕，就我觉得我坐在那上面就很没有安全感。对。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也不太喜欢跟父母进行像你刚刚说的那种冲过去那种拥抱，我冲过去那种跳起来让他拖你什么的，我都没有。我还是一个比较希望能够大家安安全全的表达爱意。对，就比如说大家见面握个手啊。你跟你爸说来，我就想说呀，老于你好。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的一个问题。你让我说起拥抱这个事情，我就想到一个事让我觉得非常的生气，以及就是后来我就一直要跟你说，你不要把我推开，你记得吗？就是之前
有一次还在大学的时候，大概是你演完话剧然后谢幕的时候，我去给你送花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个时候我想抱你一下，你把我推开了，就这个事情我记到现在。真的假的？真的，就是每一次我们两个人你在推我这个动作，只要你发生你拿手推我这个动作，我就马上闪回那个时候，然后我就会很生气。所以我不是经常说你不要推我，可以打你但你不要推我，你可以揍我你不要推我。对，我会觉得就是如果两个人就这样子抱起来的话，我就会感觉到一种就是我的身边是有一个人类的。那你适合听那个火风那个歌啊，抱一抱那个抱一抱啊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啊哎呀，就是你的这种突然插入的歌曲就让我不知道如何接。那抱一下吧然后另外就是除了跟人拥抱之外，我觉得跟宠物的那种拥抱，我觉得家里面有宠物的肯定就喜欢抱着那个宠物，然后就是摩挲它的那个毛发的那个感觉，也是让人觉得特别开心特别舒心的。所谓撸对吧？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撸还是说到我们刚才那个嘛，就是还是狗跑过来一下子跳上去那种感觉嘛。其实那个画面是我觉得养宠物非常幸福的一个画面。就是会有一个宠物，它很远的距离就能认出你是它的主人，并且以这种最专属的方式来跟你表达它的快乐。对，而且它向你跑过来，你就知道它是向你跑过来，它不是向别的地方跑过去。是吗？它就是突然到你的面前，一个90度转弯，给你晃一趔趄然后向远方跑去，边跑还边回头嘲笑你看我假动作给你晃的给你晃的晃脚踝杀手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单身的，就是有的单身也快乐吗？单身就是怎么通过这种类似于拥抱的方式获得快乐，我觉得是可以钻到被窝里面。吓我一跳，我以为自己抱自己练柔韧性自己拥抱自己的肩膀就有的时候我如果自己在家，然后我想感受一下这种感觉的时候，我就会跑到被子里面去，然后要被子包裹着你，那个感觉也很好。我在想是不是就是你有一种回归到妈妈的怀抱，就是小时候那种被包裹的安全感，让你觉得特别的开心。你这么一说的话，好像是有那种感觉。但我觉得现在的被子都给不了那种真正意义上的那种踏实的感觉。因为现在的被子都是一些科技材料嘛，什么又是气孔，对吧？又是蚕丝，又是羊驼毛，又是羊绒，就这些东西感觉都是轻飘飘的。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真正盖棉被的时候，哇，那个才是真正的压迫感，那才是要包裹，那才叫窒息那真的那个被子就是给你一下子盖到身上，感觉你本来开始是一盖上去就这样了，你知道吗？就巨沉，最后不是睡着的，是压死的休克的。最后每天晚上定时10小时休克，1分钟都不少。我跟你讲，那休克质量特别好然后我觉得我刚刚在说这个方法的时候，你似乎没有太多的共鸣，对不对？你说盖被子这事儿吗？不是，拥抱这个事儿。怎么又讲了半天，都讲了这么多小妙招，最后又跳回拥抱了？这个是同一个，就是一种被包裹的感觉。对。然后我第二个我要讲的，我觉得你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多共鸣。是吗？对。什么？就是跟朋友。什么意思？说什么呢？这么话说我没有朋友说没有朋友，你说对了我觉得这个是我的妙招，同时肯定也是大部分人都会觉得是对他们有很好的治愈作用的，就是去跟自己的朋友倾吐感觉像跟清肠是一个什么倾吐倾诉和吐槽但是呢我就觉得我特别能从跟朋友的吐槽当中获得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会跟他说很多嘛，我遭遇了什么什么，因为不开心嘛，你肯定就是遭遇了什么让你觉得不爽的事儿嘛，然后他就会跟我说一些他比我还惨的事儿，然后我就会觉得好开心啊，有人比我还惨，然后我就觉得 OK 了。估计你的朋友应该都很讨厌你吧对，你说到这儿，其实我不开心的时候反而会比较希望能独处。就我有的时候会觉得情绪上面有一些负担就是因为跟人相处多了会产生一些负担。我有的时候可能是觉得比如说工作呀或者社交呀会让我特别的那种有点像在被迫营业。那营业久了我就会觉得很累之后我就想说那我独处一段时间会让我是一个疗愈的过程。
所以如果我要是不开心了，我反而不太会愿意去见其他人，因为我觉得我要去见别人，我就一定要拿出那个营业的感觉，是因为我有点属于类似于那种讨好型人格，就是我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必须要让朋友们也开心，我不能破坏这个氛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觉得那如果要是想真正让我自己开心，那我不如就独处。而且我觉得有一个点哈，就这可能是我对你的一个观察，说错了你不要介意，就是我会觉得你是一个不太听得进别人跟你分享的人，就是特别是当你觉得很不舒服的时候，你需要用你自己的方式去排解。不像我如果去跟我的朋友吐槽，我会很开放的去听他们跟我讲说，哎，你这个事情怎么样，我会去认可他们跟我说的事儿，然后让我觉得很释放，就是他们帮我想到了办法，我觉得他们这样说确实也挺对的。但是你可能并不会，就是你自己脑海里面有一套你自己的，然后如果你去跟别人说，别人还会说一套他们的，你反而就不会觉得得到了释放。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主要我有很多烦恼的来源其实都是我自己钻到死胡同里了，就其实并不是一个什么在大家看来难以解决的问题，其实只有我这种怪人才难以解决。对，所以我就是说其实核心要义就是我自己想通了就行了，别人给我讲的那些道理我也都懂，我再去听他们讲对我也帮不了什么，所以那个时候我想的就是那我就不如自己想办法自己解脱自己。所以为什么我会想要独处，就说白了我要自己给自己一个空间，然后自己去想办法把自己说服。虽然你说吧我想独处，但是有的时候我也承认就是跟朋友去你说的这种倾吐是好的。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原因对我来讲有好处呢，就是比如我不开心一个人郁郁寡欢，那这个时候如果我突然间见到了人，见到了朋友，就像我刚刚说的会让我被迫营业，我这一营业我就营业很长时间，状态就起来了，状态就起来了，很有可能我就忘了这个烦恼了就这也是一个好事儿，你知道吧？对，所以见朋友对我来讲也是个好事儿，但可能只是我自己主观不会主动的去联系朋友，我说哎呀，哥们儿我有烦恼，咱们出来喝一杯怎么样？我不会。但你说我正烦恼着，一个人正在独处，突然间遇到一个朋友，我说哎呦你在这儿啊，怎么样？我马上状态也来了，我说哎呦呀碰到你了，好巧啊，我们俩一聊，哎我心情就好了。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会想说是不是可能就是现实真的就是跟朋友分享确实有帮助，所以我才好的。对，所以现在我也开始慢慢接受这个事儿，比如我会刻意的到一些地方能遇到朋友的地方对，因为我还是觉得就是因为你不开心约朋友出来有点麻烦人，展现出了作为男人的脆弱，不行吗？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再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我觉得这一期就是你的歌有点太多了，才唱2首就太多了啊！人都说事不过3我才唱2首那我就等着你后面的歌好吧。今天我跟你讲不唱10首不算完。好，现在开始就有人在我就话撂在这儿了话撂在这儿了好行，所以这一期节目可能会特别长人家上班第二天上班还没有放完感觉我们做这期节目并不是想聊什么事儿能让我们开心，感觉我们就单纯的是想给大家搞点开心的事儿对，来咱们聊回正题啊，你那个小妙招那个事儿你还有要说的吗？我刚才不是讲了嘛，就是见朋友嘛，见朋友，但见朋友的目的呢是发现他身上比我惨的地方，然后让自己开心起来，是去见 loser 是吧就比如说你看啊，我经常因为这个工作不开心嘛，然后我就会去找人家吐槽，然后我就说哎呀我们这个工作怎么样，结果发现人家事儿多挣的又少，然后公司马上倒闭了加班还不给加班费我就觉得我的妈呀，我简直就是在天堂这有什么可不开心的？我的家我的天堂。完了，我觉得这期没法录了这期我跟你讲，这期就是一个挑战啊，看他讲什么我都能唱出歌来。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啊，我自己觉得虽然说是内心阴暗的小角落，但是我特别愿意分享给大家，这个真的有用。因为很多时候不开心就是因为你看不惯别人比你好，你觉得别人比你好，所以你不开心，那你就去发现比你惨的人太阴暗，你这实际是阴暗，你这是邪恶，你这是肮脏啊！就是我们在激励自己的时候，你要看别人的这个优点，什么见贤思齐焉。吓我一跳，我以为要说出自己的本性呢，见钱眼开呀见贤思齐焉，对吧？但是不开心的时候呢，你就要就是想想别人比你惨的地方，就是见不贤而
独自开心。就是不自省了，见不贤而嘲笑他。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妙招嘛，就是他还就挺奇的，奇招，邪招，奇招。就如果你说跟朋友聊聊天这种，那不就是太简单了，没意思。就你必须得是就是让他说出他比你惨的地方。对，就是去见朋友的伤口。是，就是我要是说心情不好了，我就去看我那个悲去晚期的朋友，去医院看他，笑他。这个我你马上就死了，我还能活好多年。不好意思，我今天就心情不好，单纯过来想要寻思开心。救命啊！你真的有毒。你说你朋友还会跟你做朋友吗？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毒毒毒毒。你说我们要搞一期就是 K 歌，会怎么样？那我觉得可能就没有人听，没有人听，对，没有人听。因为我了解我们的听众，如果只是 K 歌的话，他们会觉得你唱得很差。但是如果你是就是在这种聊天当中插入，他们会觉得你奇思妙想，才华。好，然后我继续分享我的小妙招。还有妙招？我都想不出什么妙招，你这么多妙招。妙招会，但我并没有觉得你好像每天很开心的样子。我感觉你是那种很学术派的人，就给你抛出一个问题，你必须得想出那么10条8条答案来，你就很像那种写论文，我必须得搞一些文字，就这种就会让我开心，解题让我开心。我的妈呀！就是我还有一些小妙招，还有一些我的还有一个小妙招哈，就是冥想和瑜伽。这太传统了，不在我们今天分享范围之内，不够独门。我跟你说，我觉得比较独门的，就是因为我要分享的这个冥想和瑜伽的体验是比较独特的。就是有一个冥想叫慈悲冥想，就你记得跪着，你记得我跟你说过吧？特别是你这种人，就是你说人让你烦恼嘛，对吧？这个慈悲冥想就是用来让你有慈悲心的，就是它有一个过程。我什么时候说人让我烦恼了？你刚才不是讲的吗？我说我的很多烦恼都是自己走到死胡同里的，是我让我烦恼，你才是人让你烦恼。你是因为别人过得比你好，你才烦恼。你自己去慈悲冥想去。那你要对你自己慈悲啊！他第一步就是先祝福自己，祝福自己。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感谢你，我衷心谢谢你。好，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想一个你爱的人，你要祝福他。我爱的人。没有歌是吗？没有歌。怎么了？我哪有这么贫呢？然后第三步是你要想一个你讨厌的人，然后你要祝福他。万一我爱的人和我讨厌的人他巧了是同一个人呢？那你就是一个非常矛盾的那个状态啊！我觉得我就是这样一个。就我当时第一次体验这个的时候，选爱的人的时候，我就特别简单，马上就想到了一个人，就是你。但是选讨厌的人的时候，当老师都说完祝福的话了，我还没选好。还没选好，没选好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对，这是真的。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很好笑。然后这个事情，你说老师稍微等一等，稍微等一等，我这还没排完呢，我这。然后这个事情就让我觉得特别开心。我想，原来我这么多讨厌的人。原来慈悲冥想的点在这儿是吗？然后当我真的自己在脑海里面把这件事情承认了之后，我觉得特别的放松。原来我真的就是讨厌这些人，我不需要做一个就是所有人我都喜欢他们，都要发现他们身上优点，讨厌就是讨厌。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开心。小妙招聊到这儿吧。我还有一个。还有。受不了了。还有一个。这个人怎么这么多小妙招？还有一个就是放肆和摆烂。或者拖延，就我觉得这个会让我一下子特别的开心，因为你感觉自由，你感觉你抓住了你的人生。就是比如说今天我一定要做的一个事儿，我突然说今天不想去了。比如说我今天晚上约了一个健身，然后马上就要开课了，我突然不想去了，不开心了，不想去了，然后我就一键取消，立马就不用去了。就那个时候我一下子就感觉我掌控了我自己的人生，我不用去我不想去的东西。然后明天早上起来乖乖啪啪去上班，像狗一样，有点早起去上班。所以说为什么上班让人这么不开心？我跟你讲，上班就容易得悲曲，辞职了之后包治百病。对呀，为什么上班让人不开心？就是因为你这种放肆和摆烂，你完全施展不出来呀。我以前有过一段时间就体会过这种快乐。我刚参加工作，那个时候不是在广告公司干嘛，老要加班，老要加班之后呢，就是公司的规定是你前一天如果走得很晚，第二天可以来得很晚，你知道吧？所以我经常早上起来就不去，那个时候你就觉得挺好，就很自在。对啊，我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本来想说，反正我也都起来了嘛，我就去嘛。后来突然想想，我为什么要去？我就不去。你就会觉得，我这
凭空出来的2到3个小时就非常自由，像是那种上天馈赠给你的额外的时间。对啊，本来这3个小时你应该在办公室里头吭哧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但你这个时候你把它浪费在家里，浪费在自己的时间上，感觉好像还可以。是啊，对吧？对，拖延蹉跎其实都挺好的，但是这个东西要偶尔，对，你不能天天这样，天天这样就完了，人废了。天天这样你就太开心了，容易快乐致死。没了啊，小妙招讲完了，小妙招讲完了，行，接下来把这个让我们开心的问题分得细一点，是我们可以很细的从各个方面跟大家分享。对，首先我想问的是，很多人说不开心之后，想让自己开心，第一个想到就会去吃一些好吃的让自己开心，对吧？这个叫什么情绪饮食，是吧？很现实。所以说，如果要是想到去吃什么东西可以让你开心，你觉得吃什么东西会让你开心？吃苦头。因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哇，你真的是这什么？真的土味文学你。你先说吧。我先说啊，我最近一段时间发现，也是我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想吃的一个东西，然后我才发现吃它会让我特别快乐，这也是我为什么会想吃它的原因，是一个很实际的具体到品牌的一个东西，鲍师傅肉松小贝。而且一定要是那个海苔肉松小贝，我吃那个东西特别开心。为什么呢？就我觉得那个东西应该是具备了，怎么说吧，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称它为垃圾食品啊，但是它肯定不是一个健康食品，但是它应该具备了让人开心的食品的很多元素，高糖、高脂肪、碳水，还有点咸味儿，还有点甜味儿。然后它一颗一颗的，很容易就吃一个再吃一个，停不下来。而且那东西也不贵，就很多元素集合在一起，你就很想吃它。而且它的包装，我跟你讲，满满的食欲。就比如说你买一整盒，它那8个小贝在里边挤得满满当当的，你一打开之后，你一看，我的天哪！就是你懂吧？就是包装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说咱们比如说买原味鸡，你一打开，咔，里边非常松散，盒子都装不满几块鸡，你感觉那鸡，对吧？那鸡都是小儿马匹鸡，你就你觉得没有食欲，这是为什么说大家喜欢吃原味鸡都要吃3角吗？什么叫小儿马匹鸡？就是腿也小，都瘦的，都揪揪的，对吧？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吃这个鲍师傅让我特别开心。我最近的时间就特别想吃鲍师傅，不过可能最近1年的时间，我又发现了一个可以替代鲍师傅的东西，就是那个虎头局渣打饼行的那个肉松麻薯老虎卷。那个东西其实跟鲍师傅的概念很像，然后它也能给我带来快乐。对，不过讲到这个事情，也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肉松这个东西，我特别想提，就是肉松这个东西，它是一个你单独让我吃，我一口都不想吃的东西，但只要它跟其他东西作为配料，你比如说加在肉松小贝上，加在老虎卷上，加在什么这个煎饼里，我就愿意吃了。特别喜欢吃，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点缀。对，甚至我会把那个肉松小贝那个盒里最后撒下来的那个肉松，我都扒拉都吃了。那不就是单吃吗？不对，这个逻辑你不要给我搞这些逻辑的事儿，你不要搞这些事儿，好，我脑子转不过来。里边就是那不还有盒的吗？跟盒一起吃了吗？对，我就觉得这2样东西是会让我吃了之后觉得特别快乐的。而且我到现在仍然记得我第一次吃那个虎头局那个老虎卷的时候，那个让我觉得惊为天人。就是你看外观你就以为它是一个肉松的那种蛋卷，结果你一咬之后里边有一块麻薯，哇！当时我还跟你说，我说我太喜欢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东西真的是太厉害了，点睛之笔。后来就是频繁去薅羊毛，但是你好像不太喜欢那个麻薯，对吧？你觉得就一般？对，我会觉得它有点难嚼。牙口这么差吗？麻薯都嚼不动吗？就它会粘在牙上面。然后另外还有2样东西是我估计可能很多人吃了都会快乐的，就是油炸的东西。对，但油炸东西也油炸万物啊都有，但我觉得在油炸万物当中最让我开心的2个东西，我今晚还刚刚吃了，一个就是肯德基的原味鸡，一个是麦当劳的脆汁鸡。我曾经一度认为啊，麦当劳这一辈子都不太可能有一个什么产品可以跟原味鸡抗衡了。但我觉得他们这个脆汁鸡啊，稍微的可以跟他打2下，但我觉得最后肯定败下阵来的还是脆汁鸡，就原味鸡还是厉害。但是我觉得这2样东西现在目前就是在炸鸡这个领域里面
是可以给我带来很多快乐的。但是还是前提说好，就是原味鸡就是不能是那种小儿马屁鸡，这还得是非常饱满的三角才能带来快乐。对，脆汁鸡的话，我是只吃鸡腿的，但我跟你讲，吃脆汁鸡也吃过小儿马屁鸡，就我有大概率你点到的脆汁鸡鸡腿都是非常大只的，非常饱满的。但我有一次点了一次，就是我中午在家里面，当时我就特别想说我要饕餮一把，我要放纵一下，我吃这个脆汁鸡，点一个吃，就来着那个鸡腿啊，就那个鸡腿就还不如腊翅的鸡腿大。我当时我心想说这个鸡是得什么病了，就这么小，我都甚至想投诉，但我后来想想算了，就你就是摊上了，没办法。对，我甚至有一次一天连续吃了2顿脆汁鸡，一顿吃了2个，一顿吃了5个，那一天我吃了7个脆汁鸡腿，你想想那天我有多快乐。所以有的时候快乐就是罪恶的，你知道，尤其是这种情绪饮食，它给你带来快乐的同时，它也会让你罪恶。你说就像我刚刚提的这些肉松小贝、老虎卷、原味鸡、脆汁鸡，因为快乐本身就是人很原始的这个情绪嘛，快乐本身就是要付出代价的，对吧？你有什么东西吃了会让你特别开心的？我觉得一个是跟你说的那个小贝和那个肉松卷非常像的一个东西，其实就是裸蛋糕。就是裸蛋糕是一种品种，裸蛋糕也是一个品牌嘛？对对，品牌和品种都是。然后它就是那种我不太喜欢吃蛋糕带有那个坯子的。我就特别喜欢吃那个坯子，所以你喜欢吃肉松卷和那个、对，它都是有那个坯子的。然后我是只喜欢吃芝士或者奶油这种东西。然后这个东西会给我带来的那种快乐是多方面的。我倒不觉得它的那个气味怎么样，但是我很喜欢就是奶油和这个芝士裹住我的舌头的那种感觉，太悬了。就是我喜欢那种绵密的，然后有一点点流淌但又没有那么流淌的东西。有点虚无。哪里虚无啦？我是说这个口感比较虚无，对不对？就它不是一块硬块让你能感觉到它形状的东西，就像你喝星冰乐会先舔上面奶油一样。对，我都恨不得不要那个奶油。我就不喜欢这种打发了的东西，是包括我为什么不喜欢喝拿铁也是这个原因，就是那个奶泡我就特别不喜欢。为什么？包括喝喜茶、乐乐茶的奶盖我也不喜欢，就我不喜欢这些打发了的东西。但你不觉得这种奶的东西会让你有很治愈的感觉吗？不会，从小奶在我眼里就是一个有怪味的东西。因为你从小也不爱喝牛奶是吗？对，不爱喝啊，都是被逼着的。对，包括现在我喝牛奶我也是，就是基本不呼吸，就是不尝它的味道，就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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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进去就完了。那你别喝了行吗？我要补充蛋白质，我为什么不喝？你吃鸡蛋呢？我吃鸡蛋和喝牛奶，那肯定喝牛奶轻松啊，对吧？鸡蛋我那多费劲呢，我又得嚼，又得咽，又干吧。是，反正第一个就是吃这种蛋糕，我觉得很多人都跟我应该有同样的感受，就是吃这种芝士蛋糕会让你觉得特别的治愈。说得起这个，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就是上海这个裸蛋糕，它叫什么 Ever Naked， 对，这个牌子它下面有一个叫玫瑰荔枝蛋糕。对，哇，那个蛋糕我跟你讲，曾经一度惠子对它的评价就是你吃一口可以尝到快乐的味道。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个话？哇，咱俩有一次一起去吃的啊，你就说嘛，你就评价它。后来我还把这个评价推荐给身边所有的人，就是说你去吃这个蛋糕，为什么推荐？就是因为你能够尝到快乐的味道。是吗？对，因为我能感觉到，就是它那个玫瑰夹杂着荔枝的那个味道，对，那个香气穿到你鼻子里面，然后你吃的时候是奶油和荔枝，就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你一勺子下去放到嘴里面，你先感受到那种奶油的无形的感觉，你觉得很神秘，然后你慢慢的用舌头一嚼，你发现了一块荔枝肉，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那种很惊喜，哇，我吃到荔枝肉了。就你知道小的时候小孩就是很在意我们分东西的时候，我能不能分到那个好东西，然后在这个蛋糕里面你就会觉得我吃到这个荔枝肉，就说明我吃到了这里面的实实在在的佐料，我就觉得很好。所以本来预期就是玫瑰荔枝蛋糕里边是没有荔枝的。因为很多他说玫瑰荔枝可能只是那个味儿是玫瑰荔枝，但它就是有实实在在的荔枝肉，我就会觉得很不错。然后那种口感是多层的，就除了那个奶油还有硬的那个荔枝脆的那个水果的味道。真的，我们平常有的时候尤其是我吧，经过了他们的店，现在他们在久光有家店嘛，然后在巨鹿路有家店嘛，经过的时候基本上我都会给惠子带一块
因为我是觉得也了解他，就是他基本上无论什么情况，你给他带这个蛋糕他都会吃掉的，对，他都会吃完，他不会说啊我今天不想吃，他基本很少，所以这块蛋糕还是挺有魔力的。对，对，这是快乐的蛋糕。对，然后另外就是喝奶茶，喝奶茶会让人开心。是什么特定的奶茶吗？是 exactly 那个奶茶吗？还是说现在我们广泛意义的什么广泛意义上的奶茶、喜茶，对，都行，对，都可以。然后呢，一定要是跟朋友一起喝，就是在很工作繁重，然后非常安静的办公室里面，然后突然有一个人在群里面说奶茶奶茶快上车，然后他放一个这个链接，然后你就开始在上面甄选、啊我要喝什么，然后有必要用甄选这个词吗？真的是甄选，就因为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它不是说奶茶本身让你开心，而是这个过程让你觉得开心。首先你开始甄选，你就是暂时的从繁重的工作当中脱离出来了，然后你又会觉得好像我的同事在想着我们是很友好的关系。完了之后你就会去甄选，你要什么茶底，你要几分糖，你要什么冰，然后你要不要添加什么小料，完了之后你的那个 top 的那个芝士要不要分装，然后选好之后，然后就漫长的等待，等待完了之后可能就有一个同事去拿上来之后大家分，哎，这是你的，这是你的，然后大家可能还会好奇对方喝了什么，然后最妙的是还要互相就是你喝一下我这个怎么样，就是会有这个社交的过程。所以你觉得的快乐是这个过程，对，并不是喝奶茶这件事儿。奶茶本身也很好喝，对不对？那咱俩真的不一样哎！我就是最享受的就是说我今天要喝奶茶，我就享受那个奶茶，我呱呱呱给它喝完那种感觉。你就很直接嘛。对，我就是特别让我开心的点在于，我可以很痛快的把一个东西完全属于我的，把它一饮而尽啊。对，所以说到吃东西这个，还有一个事情会让我特别开心，就是如果我不开心了，我就会一次性买很多同样的东西，比如说我一下买3瓶饮料拿在手里喝，或者说我一下买2杯咖啡拿在手里喝，就是我希望我是能有一种那种我还有所富裕的感觉，一种拥有感。对，就比如说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一杯奶茶其实喝吧，你说尽兴了吗？有的时候喝到那个底之后，你会觉得我要是能再嘬2口就舒服了。但是2杯奶茶呢，你肯定会有所浪费，你肯定喝不完。但是呢，有的时候你为了开心，你就是说我就是要点3杯，不，2杯就够，2杯就够了。奶茶这种东西2杯就够了，对。但是饮料这种东西，有的时候就会想，我记得有一次，你应该是跟朋友出去吃饭吧，我好像跑完步等你，然后我自己去吃了一份意面，然后我就去超市买了3罐不同品牌、不同口味的可尔必斯这种类型的碳酸饮料。分别是类似于什么冰淇淋可尔必斯、什么可尔必斯苏打、什么普通可尔必斯这种3种，我一口气把3瓶全喝了。我当时觉得特别享受，特别开心。我当时觉得哇，太满足了。所以我不开心的时候，如果让我干这么一件事，我特别开心。好像你的开心会是比较豪爽的感觉。对，就像你说那个小贝，就是8个挤在一起，哎，让你觉得特别满足。我就觉得从小给我留下的一些让我开心的场面，就是那种有所富裕的场面。而不是紧紧巴巴的场面。哦，对，所以有的时候我经常会觉得紧紧巴巴就会让我不舒服。明白。比如咱俩出去吃饭，有的时候比如说你会觉得说啊，我们就点这几个菜吧，就是将好吃完，你会觉得很开心。但可能在我眼里我觉得能稍微多那么一点点出来，我哪怕打包带走，我也挺开心。对，因为我在享用这顿饭的时候，我是可以很放纵的、很自然的。那我觉得这个你特别给我启发，因为以前我总是会想到这是浪费的，但是现在我会觉得这种富裕可以买来你的开心。其实这个就很重要，很重要，对，必须的。所以以后我会记得这个事情。多点一个菜，请给我多点一个菜。那不是一道菜，那是一盘我的快乐。我的妈呀！然后关于吃的我还想说一个，就是可能又会被你说有一点点意识流啊，就是我觉得吃什么会让我开心，是吃我自己做的饭会让我开心。虽然我知道我自己做的饭特别难吃，但是每当我不开心的时候，我会有一段时间，因为不开心而提不起食欲。你知道我是一个特别爱吃的人，经常会说，哎，我们去吃什么，去吃什么。但是一旦我不开心了，我可能就会有很多欲望的丧失，然后食欲丧失，会让我特别的不舒服。然后到某一个点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不行了，我什么都想不出来吃啥，
这个时候我就要给自己做一顿饭，是不是经常我会这样跟你说？对，就是我实在是不想再吃外卖了，我实在是想不出去哪儿吃了，我今天要自己做饭。就是我会觉得，而且每次做的都一样，每次做都一样，要么就是番茄炒蛋，要么就是番茄蛋汤，基本就是这个菜。对，然后我会觉得就有一句话不是讲了吗？什么最贵的就是家宴嘛，对吧？就是朋友请客。我没听过这句话。哎呀，我听过这种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狗窝。我爸妈经常会说，就是招待朋友，就是可能就是去那种昂贵的酒店是一种方式，但是其实最能够体现出你对他的这个热情的，就是邀请到家里面亲自做一顿饭。那前提是你得会做饭。你说我不会做饭，但是我为了表达我的诚意，来吧，来我家吃一顿饭。最后给人家吃的不知道说啥好了，是不是有点不行？我出去吃一顿，或者是我叫外卖，其实都是一种省事儿的体现。但是我能够亲自去买菜做饭，然后用自己的餐具装菜吃，然后最后还要洗碗，其实这是一种复杂的事情，其实是对自己的投入更多的。就是还是嘛，回到你那个，你就是享受的是这个过程。对，你最终吃这件事儿其实无所谓。对啊，因为我吃啥我都觉得不好吃，不好吃。对，那段时间，所以你就想说，我不如自己做。对，我自己做的话，我会体验到我自己对自己的关怀，就是我已经丧到愿意自己照顾自己了，会觉得哦，你看我现在就应该振作起来了，我自己都竟然做饭给自己吃了，我必须振作起来了。你看，我都给自己喂这么难吃的东西了，我明天必须振作起来，不然我还得吃我自己做的饭。就我会有一种自己做饭会有一种我在好好生活的感觉。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很多事情都没有意义，什么都不想吃，感觉好像就很矛盾啊，不想再凑合了。就是你觉得自己在好好生活，好好生活的方式是给自己做一顿难吃的饭。怎么回事儿？你会不会说话？我做的真那么难吃吗？是你自己开头的时候说你自己是个做饭很难吃的人，就没有那么好吃。然后另外就是你也知道，但你也不至于到难以下咽这个地步。我觉得我就是说句公道话，也不至于到难以下咽这个地步。不是那种对，不是小儿麻痹鸡，对，不是难以下咽的地步，还是可以吃的，是只是就是太过于简单。对，然后你去过我家吃饭嘛，你就知道我们家那个吃饭的习惯，其实基本上你外卖啊或者去下馆子，你根本吃不到那个味道。对啊，太简单了。对，我自己做外卖和馆子如果这么做的话，那是没办法剩钱的。所以我自己做的话，我能够吃到这种家的味道，熟悉的味道，会让我回到那种童年然后安稳的那种感觉。我有的时候其实想象不到，如果我不去你们家吃饭会有多简单。青菜放个汤，好几天的白斩鸡，怎么好几天每次都是新的，弄个臭菜，弄个梅千张，然后弄碗米饭，煮个虾就吃了。对，就非常简单，基本上家里都不太需要酱油什么这些东西。但我每次去就会做一些稍微有点难度的菜。对，所以你这个厨艺也是一脉相承。哎呀，我跟你说，这个真的不是厨艺的问题，是口味的问题。我就是喜欢吃那种东西，我就是想不通。你想不通随便你啊，跟我没关系，又没有强迫你吃。所以这就是怎么说吧，一方水土一方人的胃口嘛，对吧？是，就像你们觉得想不通我们家吃饭为什么那么口味那么重那么咸，是对吧？为什么吃海鲜我们要吃那么大的量？对吧？你想不通，我也一样想不通，为什么你们那边吃虾就吃那么一撮，然后对吧？喝汤就喝的那汤都透明的清水。好吧，对，我们来聊聊下一个啊。除了吃东西会让你开心，是还有一方面就是去看一些影视作品啊，看一些书也会让你开心。我觉得你有没有什么会那种自己不开心的时候会一下就想到我要去看某一个电影或者电视剧？没有。对。所以你不开心的时候不会选择看这些影视作品？对，我不会看。因为我觉得他们离我很远。是吗？就是我没有办法投入。如果我不开心的话，肯定是因为有一些事情困扰我，然后我就会一直思考这些事情，我没有办法让影视剧里面的东西把我吸引走，从而转移我的注意力。你沉浸其中了之后，你不就暂时的忘记了烦恼吗？我沉浸不进去啊，因为我烦恼，我就沉浸不进去。你太容易就是被自己的焦虑和烦恼捆绑了。对，我需要一个互动的东西。所以以后如果有互动电影啊，互动话剧这种你是可以去看的，就这种演员强迫你站起来，来跟我跑，对吧？这种你可能可以。我想到那个剧本杀里面有电棍的那种，对啊，电棍、电锯，电你就可以了。沉浸式的你可以。所以你来说一下吧，我知道你是有的。
我有的，我有两大类型，一大类就是非常直接的，就是开心的东西，是我就看，我就开心，我就直接把烦恼战胜。其实现在目前我最常用的就还是老友记，因为我是觉得那东西真的我都看100遍了，是我还觉得开心，就那帮人让我开心，那里面的剧情让我开心，他们的梗让我开心，他们的说话方式让我开心，对，这个是一个。然后最近我还发现了一个让我真的挺开心的，也就是最近我不是前一段时间在看那个牧场去世嘛，我们之前的播客不是提过，吓死我了，我还以为谁去世了就那个 The Ranch 那个那个电视剧嘛，我不是看完了嘛，我觉得那个电视剧还是挺好，但那个电视剧吧，虽然它是个喜剧，但是呢它其中还是拍了很多温情时刻的，所以不太适合用来做这种让你纯开心的。但最近我发现了一部也是这种情景喜剧，让人非常开心，叫《维修狂人》，英文叫 The Crew， 只做了10集，现在目前。我本来以为是一个有好几季的电视剧，我满怀信心看了10集，我倍儿开心，就没有下一集了，当时特别失望。我觉得这么好看一个剧，对，那个剧的男主角，大家如果见到他的脸会非常熟悉，他叫凯文詹姆斯，是一个在美国打篮球的，不是詹姆斯，凯文杜兰特和勒布朗詹姆斯合在一起，凯文詹姆斯。这个演员叫凯文詹姆斯，他是一个美国非常熟悉，大家非常熟悉他的脸，就是一个喜剧演员。他演的哇，他们里面那个对话，他讲了一个赛车队，然后赛车队里边有老板，有汽修工，有赛车手，然后他是车队队长，然后还有什么他们的 HR， 还有他们的老板的女儿之类的，发生了很多搞笑的故事。我觉得那个剧是已经少有目前有一些喜剧可以让我就是疯狂的笑出声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剧也是一个可以让人缓解情绪的，是带走悲伤的这种。然后另外一大类就是特别悲伤的电影。因为你不开心嘛。有的时候战胜不开心的方法，除了让你自己开心起来之外呢，其实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让你自己发泄一下，是彻底把这个不开心的情绪拉到顶点之后。所以你看那个《妈妈再爱我一次》，崩溃啊！妈妈再爱我一次是什么东西啊？有一个电影啊，叫《妈妈再爱我一次》，是吗？对，谁演的？我不知道谁演的，反正就是那种特别悲伤，所有人看了都会哭的那种。是外国片还是中国片？中国片。我没看过，找机会可以看一看。但我平常会比较直戳我泪点的，我自己手里有3部。是吗？每次看每次哭。真的吗？每次看每次哭。哎，等一下，我知道有一部就是救火的。对，勇往直前。 OK， 中文名叫勇往直前。是谁演的？乔什·布洛林。布洛林是谁？灭霸。这么一说就知道了吧？乔什·布洛林，灭霸演的。他在里边演那个救火队队长。然后另外一个演员叫迈尔斯·特勒，是那个爆裂鼓手那个人他俩演的。哇，那个片子我告诉你啊，就可能前90%没有任何泪点，甚至说有感人的地方，但绝对不足以让你哭。但那个剧的最后10%，甚至最后5%，我跟你讲，就让你哭的稀里哗啦。我都记得特别清楚，我当时在家里看这部剧，我当时就是类似于就当一个那种消防片看，就是还在干别的事儿，突然之间就看到这个最后的这个桥段之后，我记不得我当时在打扫卫生还是在叠衣服干嘛，我就立刻泪如雨下，没有办法停，就不是那种感动的流泪啊，是嚎啕大哭，我就在家里嚎啕大哭。真的我觉得不行了，我觉得天哪，我因为我不想剧透啊，我难以体会那个角色在里面面临的那种压力。真的，我当时就是真的是嚎彙大哭，特别释放。这是一部。对，还有一部是一部韩剧，韩国电影。7号房的礼物。小女孩，那个也是让我哭的不行的。那个我特别有印象，我在家里拖地当时。我感觉你这个就是暗搓搓在说你自己特别爱做家务。刚才也是不是在叠衣服，就是在什么收拾东西。就巧了，看这2部电影的时候，我真的都是在干家务。是7号房礼物，当时咱们还在租房子，我在拖地就看到了他们里面感人的那些桥段。我靠，我当时就是没法拖地了，用眼泪拖地，当时没办法拖地了，因为越拖越湿。后来我就把那个拖把放到床边上，然后我就站那儿哭，真的太感人了。对，这个也是让我很释放的。然后还有一部让我很释放的，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 The Ranch 里面那个男主他演的叫《惊涛大冒险》，讲的是这个海岸救援队的一个故事啊。对，其实跟那个消防队员其实很类似，他们就是为了这种救别人而牺牲了自己。是，对，那个也是让我当时也是看得哭得很厉害。那个当年我是在电影院看的，就在电影院里嚎啕大哭。对，其实我这个人泪点是蛮低的，是，就我很容易被一些东西感动哭，而且我觉得哭不丢人。
尤其是大老爷们儿哭，我觉得不就是男人哭吧哭吧，这个歌刚才唱过了不算。这个刚才哭不是，这个刚才唱过了，刚才哭过了。对，我的意思就是嘛，就是其实有的人可能觉得说，哎呀，铁骨铮铮，对吧？哭了是不是有点丢人？这种就是我们爸爸那一辈才会这么想。其实我真的觉得不，我觉得就是适当的去宣泄自己内心的这些情绪是健康，是，不然你老憋着，对吧？容易憋出悲曲。啊，我跟你说，我是不太敢看这种片。就如果我不是烦恼的状态，我真的今天我要去看这部电影了，我是会非常投入的那种人。所以你也会哭呗？我会啊，我都不敢看。我不是药神，当时也是哭。那个还有那个黄渤演那个找孩子那个电影，就我觉得我们两个不能一起看这种电影，可能就会那种抱在一起，然后嚎啕大哭，抱头痛哭，这个叫。泰坦尼克，你看哭吗？我已经忘了。我觉得当年泰坦尼克我也哭。两个人爱情 you jump I jump， 哎呀，我不是呀，太感人了。我跟你说，就是这个电影给我留下了阴影，就是泰坦尼克号这个事情。因为我看的时候还很小，是不是97年啊？那时候才上小学1年级，90几年我记不得，对，肯定是很小的。反正我们就一起去看，跟我爸妈。然后当时开头的镜头就是他们去探索这个已经沉在海底的这个。船残骸，对，很恐怖，黑不溜秋，拿个头灯在那照。然后我妈就说：“你要是不乖的话，以后就给你丢到这种地方。”啊，整部剧我就沉浸在这个恐惧当中，瑟瑟发抖，特别乖，整个电影。所以我就对海有天生的恐惧嘛，我觉得就那个时候造成。原来是这个原因，哇！首次披露，深海恐惧症来源竟因为母亲一句话。对。头条啊，占据了，救命！对，好，你讲完你看的东西了吗？对，讲完了，就是看差不多就是这些。然后我呢是不会看电影和电视剧的，但是有一个东西对我来说就极其的让我开心。我说银行账户的余额？不是，我说出来你就会知道，那就是小动物吃播，而且就是狗狗吃饭和猫猫吃肉。这两个我特别喜欢。狗是吃什么都可以，但猫必须得吃肉。狗也要是生骨肉，就是猫就是吃肉，然后狗的话生骨肉它还会加一些零食啊什么之类的。就我觉得这个就是属于我的双标了哈，就是人如果吃饭流口水加吧唧嘴，你就会特别讨厌，对不对？但是我就喜欢看狗吃着然后就要哈喇子流下来，然后猫就是吧唧嘴那个声音特别好听，吃那个肉。对，狗是那种都是咔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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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对，特别脆，对，咬合力感觉特别大，对。但是那个猫就是那种，但我那个就是狗吃饭，我能 get 到其中的爽感，是因为你感觉到它实实在在把东西一口一口的咬碎了吃下去了。但猫吃肉我 get 不到，就猫吃肉，你总会觉得它到底吃没吃，它搁那吧唧什么呢？而且它就对于吃这件事情，你就感觉它没有做到位。你感觉他，就感觉像在那玩一样，你知道吗？但我就是特别喜欢看，然后听那个声音，就是你会有一种就是大脑被按摩的那种感觉然后会有一种很放松的感觉，然后同时你还会自己也会咽口水，我不知道为什么。哎，你说到这个让我想起来，我有一个类似的也会让我开心，就是看做饭，但是做一种特定的东西我才开心，就是要做油炸或者在铁板上煎的东西，用那个对，我经常会看那种什么全球街头美食，然后什么某个地方做汉堡，做什么炸年糕，做什么煎饼这种东西，它不就是只把这个制作过程给你放出来吗？就短视频里面会有这种吗？然后每次看他煎那个肉饼的时候，你觉得舒服，又翻个面，对吧？油炸东西就放进去，擦就在那炸，哇，看那个就觉得开心，而且它就节奏很快嘛。那个开心。对，我觉得那些声音可能真的是跟大脑的一些就是放松这种有关。就像有些人喜欢听那个类似于掏耳朵，对，那个我也理解不了，但是有的人喜欢嘛。对，其实你感觉应该类似。是，对。然后另外我还喜欢看帅哥美女的照片。这咱俩不一样，帅哥我不看，我就是看美女。我帅哥和美女都看。你是看穿衣服照？你是看什么样的照片？我看的就是正常的照片。正常照片。对，就我会点进我最近，因为我不会有那种很长时间粉的那种，但是我可能会看我最近粉的，去看看，哎呦，真好看，真好看。对，然后我就会开心。然后另外就是还有就是看我俩自己的照片，也算帅哥美女，太不要脸了。
哎呀，我没有这个爱好啊，就看一些我们很早以前的照片。你这个应该放到上面去，小妙招小贱招翻翻我俩以前的照片，然后想回忆一下以前太自恋快乐的，了吧，有点自恋了，这叫自爱。哎呀，然后还有一个呢，我会有喜欢看的，就是我会去豆瓣看那些扒皮帖，就是扒一些网红。豆瓣有一个组叫象组，就是大象的象。本来豆瓣不是有一个那个八卦组叫鹅组吗？我不是一个动漫的用户。动漫是什么？动漫豆霸拓。现在有一个组叫象组，专门八卦网红的那种。你知道网红不就是他老是光鲜亮丽，让你很羡慕吗？谁说的？我关注的网红，那像百乔这种，那怎么光鲜亮丽了？然后呢，我就去看那些扒皮，然后就说：“哎，你看他那个爱马仕是假的。”然后天哪！今天我还看到一个视频，专门讲假的爱马仕，就国内的做的好的假的爱马仕，哇，那夸的要命啊！然后我当时就想，你看，这个网红的爱马仕都是假的，我没有也很正常，我就很开心。人家至少还有个假的，你连个假的都没有。假的有什么？我才不要呢！假的也不少钱，我告诉你，我今天看那个视频，就说假的也不少钱。就是我还是原来。前面那个小妙招里面，就是你要找比你惨的人嘛。你看我们去关注一些博主嘛，有的是会激励你的，你觉得看了他你特别的受到鼓舞，但是有一些人吧，他就喜欢炫富啊什么的，是他就通过这个来博眼球嘛。还有一些就是你感觉好像被激励了，但是你内心还是种下了一些畸形的种子，就比如说很瘦的很漂亮的女生啊什么之类的，就你也看似被他激励了，但实际你还是嫉妒他。对对。然后你去看那个象组里面，人家扒皮他什么路人视角特别矮，服了，我的天哪！但这些人都什么心态啊？对，还有一些就是一些人在吐槽那些网红的，然后你就会觉得，你看这些网红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对呀、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他，这么多人讨厌他，他们除了挣的比我多，还有什么比我强啊？然后我就会开心。你这个人，感觉你这个今天那个核心让你开心的方式就是找平衡，就是很重要啊，是吧？找平衡就很重要，因为像你这种人生哲学，对吧？像你这种人还少呀，就是你不会因为跟别人比较而不开心。很多人的不开心就是来自于跟别人比较，别人有的我没有。这个事情我应该也不是一直都这样。我很清楚，我是从2013年开始改变了自己这个心态。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我明明是一个特别钻牛角尖的人，就特别容易进到死胡同里出不来的人，但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一下子就想通了，就一下子我就变成我今天这个样子了。这么多年，从13年到现在，你看快10年了，我就已经彻底不会被这些事情，就是所谓的谁比我好，谁比我有的多，谁比我过得好，谁比我怎么样，我不会有不平衡。前两天不是听那个闲聊，他们说他们不看朋友圈，不发朋友圈，都4年了，感觉好像很多的样子。我从13年开始就没有再发过朋友圈也不看朋友圈，包括有很多社交媒体，其实我可能你看发现我在上面更新，但我其实都不看的。我会觉得看这些东西，尤其是朋友圈这个东西，当时13年可能总共用朋友圈用了1-2个月，我就发现这个东西有一些畸形，所以当时我就特别快速我就决定了，我说不用这个东西了。对，所以现在我特别喜欢着眼于自己有什么，就我觉得把自己有的东西经营好，然后呢，如果是看别人呢，我更多的是看别人哪些东西做得好的，而不是别人拥有什么。就你要去看别人的一些底层能力，而不是看他们的表面的东西。你有的时候理解为就是如果这个人是有真底子的，那他自然就会有这些表面的东西，但是如果这个人只有表面的东西，他没有真底子，那这表面东西也是虚假的。是没错。所以我觉得自己也要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就是你不要去想着经营自己表面的东西，你要去经营自己底的东西。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我表面的东西其实不怎么好看，没有什么表面的东西可以拿出来给别人看的。是对，但我觉得就底子这个东西还是挺重要的，就真正能懂我们的人，就这么说吧，就是有底子，就懂我们的人都有底子。好啊，猛吹一大口，大概率这边就全点掉了。真的吗？不要，我觉得很好，因为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开心的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我前面为什么要说，就是有一点夸张的说，就是要找比自己惨的，或者看到别人不如自己的地方。其实我就是想要启发大家，就是你会发现自己不开心，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你一直在跟别人比较嘛。得知足嘛。对对吧？就是老话不是知足常乐嘛。是，对吧？没错。就我觉得在这个类型里面，还有就是听音乐。你会听音乐？我跟你说，这个是我最近发现的一个事儿。你听什么音乐？我现在爱上了宗教音乐。我的妈！哦，你说了，你听了好几天大悲咒了。对，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歌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嘛，然后它会传递一些情绪，有让人开心的，有让人悲伤的，对吧？有让人思考的。但我觉得这个宗教的歌曲就特别给人振奋。真的吗？对呀。什么样的振奋？你给我描述一下。就是我跟你说，就是我最近听的一个是大悲咒，还有一个是基督教的那种赞美诗唱成歌。英文的？不是，就是粤语的。有一次我什么？有一次我就是这个刷抖音看到人家婚礼上就是粤语的，对，基督教徒他们在唱一个歌。哦，它是什么？是你让我更能够一起面对苦难什么的，就是它的歌词加上它的旋律，我会发现宗教歌曲的旋律都特别简单。对，然后它就会让你有一种你内心平静下来的感觉。哦，那挺厉害。对，它不会说让你非常 cheer up，但是它会让你在你不开心或者有烦恼的时候让你平静下来。这个完全没想到。主要也是接触的少。是。对，你说平常怎么可能就是听歌的时候有人也不会音乐，人家也不会给你推荐这种宗教歌曲。是，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下，就搜一下呗。就我觉得这不是说你要有什么信仰，而是你可以去就当一门艺术来欣赏一下。对对对，是的。说到听音乐这个，其实我最近一段时间突然开始喜欢听中文说唱。我真的觉得特别难听。我跟你讲啊，就是你先别急着去否定它。我为什么喜欢听？我讲一个原因啊。当然可能也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那个什么新说唱巅峰对决什么这个综艺还挺火的嘛，对吧？一大批这个中国的说唱歌手又重新出现了。另外一个就是我发现其实他们写的很多歌词啊就特别爽，就因为他们这些所谓的中国这些 rapper， 他们就很敢说很敢讲，然后歌词也写得很犀利。就是比如说无论是对你表达不满，还是对社会表达不满，还是说互相 diss， 还是说讲一些比如说讲家乡，或者说讲自己的人生等等，你发现他的歌词写的都特别白话，然后特别的直接，然后就是给你带来那种爽感。再加上它是一个说唱，节奏感很强，咚咚咚咚咚，这样一句一句给你来，又押韵，你听起来感觉到特别舒服。我听着就像和尚念经。对呀，所以说我就说嘛，这个东西就是个人有个人的喜好。是。对，我是最近突然发现听这个东西挺爽的。对，但是不一定会真的是快乐，但是我觉得是爽的。对，所以尤其是有一些那种歌词，它咬字又很清楚，你又能直接通过听就能听得出来他在说什么事情，你就觉得我又听了一个故事，然后我又爽了，又跟着节奏舞动了一番，挺舒服的。对，说完这个看什么听什么，就我觉得购物也是一个让人开心的，买，对，这是必须的，对吧？所以有好多人一旦不开心了，就想去花钱。我跟你说，我们这个心理咨询界就有一句话，就是如果你的钱足够多，你肯定是不需要咨询的。是啊，谁说钱买不来开心？是谁说的？他是出的不够多。对，所以讲买什么东西会让你开心吗？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买花。买花？对。那倒不贵。因为我觉得买花是一种把这个美丽买回家，而且它还不只是我买了一束花，它就是点亮了我的这个空间，就装饰了这个空间，就这种感受让我觉得很快乐。那你不会觉得这个花在家里放时间长了之后，它慢慢的萎靡了、凋谢了、腐烂了？这是一个过程呀。所以呢，你就享受它光鲜亮丽的那2天。后来它萎了之后，你就不会，你不会发现我就是经常它已经枯掉的，有一些枯的我觉得挺好看的，我会再放几天。就是你会感受到它不同时期不一样的样子，生命之美。对，哪怕它凋零了，也是生命之美的一部分。对。还有吗？有啊，还有就是买首饰。这个贵了啊。买花我觉得装饰空间，买首饰就装饰自己。首饰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能随时的在你身上戴着，就是你随时都能看到它。就比如说今天早上我就戴着那个戒指出门，然后我今天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个瞬间我就看到我的手指在键盘上飞舞的时候，看到这个戒指在手指上面，我就觉得它亮亮的很吸引我，很好看，对，我就会很开心。
你可以买个那种套手指上那种小灯小彩灯，演唱会的时候大家甩那小彩灯，那个更亮。那个不可以吸引你吗？都亮瞎了都。但是首饰它还有质感，就是它跟你皮肤接触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它的那种昂贵的质感，很润滑，凉凉的。那你为什么会选择买首饰？你不喜欢买衣服什么这些东西？这东西跟首饰一样，也是装扮你，也是可以看到的呀。衣服还要洗啊。首饰就不用。逻辑鬼才哦，逻辑鬼才啊！而且首饰是它就可以一直存在下去，不怎么会过时。不是它不怎么会脏啊，然后会淘汰会坏，不太会哦。你会有一种收集的感觉，积累。其实买东西这个事儿吧，不太会让我快乐。因为你也知道我的购物习惯，就我一定要选一个我认为非常靠谱的地儿买，然后我一定要找一个最高性价比的时间买。然后我要货比三家，甚至我要想想有没有替代品，这是不是我能花的钱里面买到的最好的，等等等等，我要衡量很多因素。所以购物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讲是一个比较伤神的事儿，所以有的时候我不开心了，我不会选择去购物。但如果你一定说有没有什么东西我买了之后会让我开心，那肯定是有。首先第一就是买乐高会让我开心，而且一定是买我自己收集的那个 architecture 那个系列，就只要买我就开心。对，所以为什么我也跟你强调了很多次了，我说你就咱能不能逢年过节大事小情的时候就别给我再去挖空心思想一个我不喜欢的礼物，你就直接给我买这个东西就行，因为我这个清单上面还有好多没买的。我不是给你打过这个基金了吗？你打基金那一次我确实是自己买了，对，但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再什么想着什么今天再给我买个 iPad， 明天给我买个充电宝，就还要挖空心思去想。其实我觉得那个列表摆在那儿，我给你买鲍师傅就行了。抱一抱那个抱一抱。这首歌刚才也唱过了。后半段的主题就是重复前半段的歌曲。谁跟你说？你刚才说的是10首歌，我不知道现在多少首了，反正肯定还没到5首。哦，你完了，完了，赶紧唱。这不是星星点灯我的家门。我说回来，买乐高。这是我一直就会让我很开心的事情。然后再有的时候就是去买一个想买很久的东西，就是基本上已经算是做好功课了的。我其实在我自己的淘宝的购物车里面，我那个淘宝购物车基本常年就是一个满的状态，就是每添加一样新的东西我必须要删掉一个新的东西。天哪，好艰难啊这个过程。对，所以我那个购物车里面都是我基本上筛选好的东西，所以我有时候要是想要开心或者想要给自己买什么东西奖励，我就去那购物车里挑一样买了就是了。就我不再需要再做功课了。对，所以核心理念啊，我觉得还是就是让我去通过购物让我自己开心，就是不能让我动脑子，不然一旦让我进入自己那个购物的常规操作的那个流程里，我就非常累。对，所以有的时候我特别喜欢什么，就特别喜欢那种我看上一个东西，我一眼看上我喜欢，我立刻掏钱买，这个是让我觉得特别开心的。但是因为我这个谨慎的态度，所以很少会有这种情况。对，最近一段时间让我觉得特别能达到这个程度的开心，就是给你买那个包，买那个 Marni 的那个草编的那个包。那个包真的就是不夸张，那个包是我有一天去太古汇带 Alberts 那个跑团跑步，走过 Marni 那个上海 Market 那个店的门口，在橱窗里看到那个包。我当时走过之后在窗边犹豫了可能有30秒，我说不对，我要进去看一眼这个包，这个包我要买。然后我扭头就进去了，进去之后我就反反复复看完之后，我决定我要买这个包。第二天我带你去试完之后就买了。对，其实按照我的心态，我当时都不应该直接买走。对，那种感觉是让我觉得特别舒服的，就是你不用去比较，当机立断。对，因为我其实越来越开始深刻的认同一个观点啊，就是钱没了可以再挣，喜欢的东西没了它就是没了，是真的。所以我不是说推荐大家这种所谓的及时享乐啊，但我是觉得大家有的时候对自己啊不能叫好一点，应该叫对自己大方一点。就是你不要总觉得好像我看上一个东西我要压抑自己的欲望，我是不是过个1个礼拜过个5天我就不会想要了，没必要。人生在世对吧，能有几次产生这么强烈的欲望呢？有的人天天都是这样。那就是说挂个专家号去看一下。就是要当机立断，赶紧花这个专家号的钱，可能要800块，但是也花了。对，反正总而言之嘛，我就是希望大家如果遇到了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你内心其实也要衡量是不是真正的喜欢，是不是我真的爱它，而不是我是那种就是像看花眼了一样，我看哪个都喜欢。对，如果是真的爱的那些东西，又觉得它有价值的，觉得它是稀有的，或者觉得它是真正能为自己所用的，那就赶紧买了。对，
这是会让我开心的一种购物方式。是你刚刚说到这个买这个包哈，我觉得就是我还有一个让我能够很快乐的，就是买包。确实，买包就是让人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为啥呢？就是因为他一下子花了很大的一笔钱。你到底是开心的是这个包还是这笔钱？我想了，我深思熟虑了一下，我觉得就是花了这笔钱。所以这笔钱通过别的方式花了，你也会开心吗？不会，就是要买包才行。对，那就还是买包。对，对不对？对，我也能体会到买包。其实你也不能叫他买包，他必须得是买一个奢侈品的包。对，就它会让你有一种掌控感，然后让你觉得你是有能力的一个人，就是你可以花这么大一笔钱，然后买了这个包提在手上。如果是别人给你买的，你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被深爱的人。除了买东西，我觉得出去旅行，就是去到某一个特定的地方，哪怕回家，可能也会让一些人开心。对，对吧？所以有没有什么特定的地方，如果你不开心了，你会想去的？就对我来说，最治愈的就是这种空旷的地方，或者接近自然的地方。哎，这个咱俩挺像的。对，就比如说我很喜欢海边，我也是。然后现在我们没有办法接近海边，所以我就会觉得外滩就是有黄浦江嘛，虽然对面你还能看到，但是中间这一段其实是很空旷的地方，开阔嘛。对，然后包括我们之前在伦敦的时候，泰晤士河边我也会觉得特别喜欢。然后包括这次我们回家，我不是还特意提了，我说你看在我们老家一眼望过去，天离我们很近，因为没有那种高楼挡着你，就我觉得这种接近自然的然后空旷的地方会让我觉得很开心。包括这次咱们一起去看那个中秋那个大潮，在你们那个曹娥江那个大闸大坝那儿，我觉得那个也让我特别开心。就我特别喜欢，一个是这种开阔的地方，就像你刚刚提的海边、江边、河边，对吧？湖边，对吧？尤其是比如说太湖，或者说去苏州看那个苏州那个什么湖？阳澄湖。苏州那是阳澄湖吗？哦，金鸡湖。金鸡湖啊，金鸡湖，对，这些都会让你舒服。然后另外还有一种舒服的是，让我去到一个巨大的东西，让我站在它上面，我也特别开心。金字塔尖，比如说巨高的楼顶比如说像咱们这次去的那个大坝的大闸的上面，或者说有一些水库的上面，就我会觉得我脚下的这个东西是一个巨大的，我虽然很渺小，但我在它的上面，那种感觉也会让你觉得好像是有一点会当凌绝顶的感觉。对，这是我觉得会让我开心的一种去到的地方。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城市里面闲逛，完全没有目的的走一些自己或熟悉或不熟悉的路，就我称之为用双脚去丈量这个城市，会让我特别开心。就比如说我买一杯咖啡，或者买一个什么吃的，溜溜达达从 A 点走到 B 点，也不用坐公交，也不用坐地铁，我就慢慢悠悠走，然后沿途去看一些那些可能你熟悉但是你没有仔细看过的建筑，甚至有一些你根本就不熟悉的建筑。对，这种感觉是有一种探索感，会有一种发现的感觉。包括我平时跑步，我也是喜欢这样。如果在城市里跑，我会希望跑一些那种我不需要靠导航，我就完全自己去跑，拐到一个路口之后，我再想办法回到我要回的地方，通过这些未知的路线去探索一些未知的地方，然后你会慢慢的更了解这片区域，或者说这个城市。就像我每次回你家，我都是出去跑一条完全不知道的路，然后我想办法跑回来，所以你会发现我对你家越来越了解。去水果市场应该怎么开车，去你奶奶家应该走哪条路，去这儿应该怎么弄，去那儿应该怎么弄，我全部都是通过跑步了解下来的。对，在上海也是，我也在践行这件事情。对，比如说你看我经常在静安寺附近跑步，但其实每次跑路线都不一样。我会跑南京西路一直跑到头，我会跑苏州河，我会跑到四行仓库，是吧？我会跑昌平路，我会跑巨富长，你就慢慢的你就用脚步把这座城市熟悉了。对，我觉得这个是因为现在人都是靠导航。是，其实你真的问他说你认不认识这儿，认不认识那儿，他都不知道。所有的地方，任何一个地方在大家眼里都是导航上的一个点。对，我觉得城市其实真正应该是刻在你脑海里的。对，你在这儿生活，你就得了解它。这个其实跟去到自然的地方有一点点像，就是都是让你回归到本源。对，就不要借助一些其他的东西。是。我觉得这个挺好。然后另外对我来说，我就是觉得我去按摩店和美甲店也会让我特别开心。按摩店我可太开心了。就是有一个人专门给你服务，就我不是享受那种好像什么高人一等可以指挥别人，而是他真的很用心的在为你的快乐和舒适做一些事情，然后把他所有的时间都投入进来。对，你会觉得特别治愈。所以我有的时候去按摩，如果遇到一位按摩师把我按得特别舒服，我会非常礼貌的再次询问他的号码，
就是一种感恩的对，心。我觉得这是一种认可，是，就是我要告诉人家，就是你按的很好，我希望能记住你，下一次我还希望你能给我按。就是那天咱俩去按脚嘛，他在给你按肩膀和胳膊的时候，他的那个按胳膊那个，就是他把腿支起来，然后把我的胳膊搭到上面，然后按我的肩膀到小臂。我靠，我当时整个就是升天了一种感觉，就是太舒服了。然后我就是询问他，我说你是几号？就我现在去的平常常去的按摩店，我一定都是找之前按过的让我很舒服的按摩师来帮我按摩。你记不记得有一段时间常去的一家足疗店，我很喜欢一个男的师傅，是我那个男的师傅手掌特别特别厚实，正常人帮你按脚你都会感觉到有一种骨头跟骨头之间的碰撞，你会很不舒服，是疼。但那个按摩师傅那个男的，他又高又壮，然后他的手掌特别宽大特别厚实，他跟你按的时候你总感觉好像是一个橡皮充气的东西在跟你的脚膜哇，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太享受了。然后我每次去都叫他，就痴迷了。后来他走了，不干了，我特别失望。然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那家店，你知道吗？对，所以我觉得按摩能给人带来的快乐真的是，对，有的时候就是真的是那种快乐到你要睡着。我觉得如果能够在按摩的地方真正的睡着，这也是对一个按摩师的认可。对，因为我真的有遇到过，就是我今天特别累了，我想去一个地方按摩，我想好好睡一觉，但是因为他按的我太不舒服了，我怎么也睡不着。是这种时候的话就让你特别难受。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又不是去理疗，我们是去休闲的。对呀，就这种放松其实是最终要的效果。不然我就去盲人按摩、中医推拿，我就去 Doctor Stretch 这种地方，我去拉伸了，对吧？我既然要来按摩呢，我肯定是希望的是以一种轻柔到位的手法，让我最放松的去缓解我的疲劳。是，经常有一些那种就是按摩师老问我劲儿够不够，我想说你劲儿够不够，你再按我可能就不行了，对吧？就是你不要下死手啊，对吧？我有一次遇到过一个女的按摩师，她特别瘦，然后她那个用小臂啊来刮我的这个肩颈这一块，刮骨疗伤。对，我当时就觉得她是在用菜刀刀背吗？就我能够清楚的感受到她这个小臂啊这一块骨头的棱角。我当时就是挺心疼她的，我想说要不多吃点饭吧，就是太瘦了。然后去哪里会开心？我还有一个就是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旅行嘛，就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旅行的方式。有的人比如说喜欢去自然风光的，有的喜欢去探寻美食的。然后我呢，就是我觉得我反复提过好多次，我特别喜欢澳门，就是喜欢去赌。不是我一掷千金，就是我喜欢输个精光。你不要说话了好吗？这里你没有什么歌吗？什么歌？我也不知道。澳门吗？你可知马考不是我真心，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 OK， 就是我会觉得它是一种远离人间，可以无法无天法外之地的那种感觉。我的妈呀，压上了，远离人间无法无天啊？是吗？我都没有意识到。压上了。这个叫什么？这叫什么 punchline 吗？还是叫什么 flow？ 嘿呦嘿呦嘿呦，听我说，我远离人间，我无法无天。哎呦哎呦啊，怎么了？我想不到。这也算一首歌吧？什么快来澳门找寻天上人间。对，澳门到底怎么好？来给我们形容形容。就是我会觉得它是一个，我们每天在这个上海工作生活，你有一种自己像一个机器蚂蚁的感觉。天哪，连机器人都不是了吗？机器蚂蚁了，现在就是机器蚂蚁，就是你就按部就班，有很多规则，然后你回到老家吧，你能感受到父母的爱意和关怀，但是他们又对你有很多期待，就完全社会规训的你特别的难受。然后你到了澳门，到了一个以娱乐赌博为中心的城市，特别的，它是一个小小的地方，人也不多，然后非常的繁华，然后你在里面什么都不用想，就是你就可以玩。但你还得有钱才行啊，没钱在里边也寸步难行嘛。不需要很多钱嘛，可以穷玩呗。你一个包的钱你也可以玩很久了。哦，所以你就觉得那里其实不真实呗？对，就像一个虚幻的世界。对，我就特别喜欢，所以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我很想去拉斯维加斯。干什么？就是玩一下呀，去拉一下，拉丝一下。
就是想感受一下，因为它也是著名的赌城嘛。其实这个就像我们之前播客里其实提到了，就是澳门的这种感觉，其实和迪士尼的感觉很像。对，然后和咱们之前在荷兰去红灯区的感觉也很像。是，其实都是一些，就是它不是真实世界会出现的样子，是它是圈了这么一块地，给你模拟了一个凌驾于这个社会规则之上的一个虚幻的东西。对，比如说这种大规模的赌场聚集地，大规模的红灯区聚集地，大规模的宝贝儿们的聚集地对吧？这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其实是，对，它就是只有划定这么一个区域才有。对，就在合法的范围内做一些违法的事情违反你价值观念的，或者社会给你框架下驯化你的那些观念的事情，就是这种跳脱的感觉让你觉得特别开心。是，就人还是需要短暂的这种脱离现实，逃离。对，逃离现实。然后你说到这种就是旅行啊，其实我这2年开始慢慢的改变我的想法。就我以前的旅行是属于那种走街串巷派，就我希望我到了一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可以去了解它的风土人情，但也不是打卡，我还不喜欢去那种景点，我就是希望能够深入的去体会这个地方的一些东西文化。但这2年我发现我也不想干这件事，我也觉得累，我就是想花很多钱选一个当地好的酒店，然后我在酒店里头窝2天3天，然后我就回来了。对，可能就是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出去吃个当地的什么那种小吃摊美食就可以了。对，其他的我都不想干，我也不想去探索，我也不想去打卡，我也不想去景点，我没必要。你可以有的人说啊，你都没，就是什么类似于你都没来这儿就等于没来过这儿，那就我无所谓，我就去过你们那个酒店就行了。就相当于现在不是有好多人的旅行方式就是打卡当地豪华的酒店嘛？对，因为我是觉得现在的酒店和当年的酒店越来越不一样了。现在有很多酒店，它既融合了当地的文化特色，它也进行了一些娱乐设施的融合。比如说有些酒店里面有温泉，有些酒店里面有游泳池，还有些酒店里面甚至有一些什么动物园都有，可以骑马，对，你好多玩的东西，对吧？甚至有些酒店建在什么深山老林，说建在什么那种奇特的景色里，对吧？山顶、什么峭壁、树顶都有。我觉得这就是体验的一部分。对，换言之，我不是为了这个城市去规划的一次旅行，我是为了这个酒店而规划了一次旅行。我觉得这也是现在我觉得会让我开心的一个地方。当你选择好了这个酒店，你基本上就可以确定你这个旅游的品质了。你不至于说我只是选了一个城市，我到了当地之后，我在玩的时候还会遇到很多坑，就会让你不开心。所以就去这种酒店会让你很开心。对，所见即所得嘛，只要你肯花钱嘛。还有，其实开车也会让我开心。就关于这种去哪儿，我一路向北，到底谁一路向北？我，你，还是我？我一路向北，离开有你的世界。是不是？你要不是因为这个歌词，你告诉我通过这个调，谁能听出来这首歌是啥？啊？我这是在帮你，在帮我啊！你怎么以为我唱不出来啊？你想到了吗？想到什么？就刚这首。刚我就说开车出去，我都没提到北呢，怎么想到的北？好吧，开往城市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怎么唱不出来？有的是，我跟你讲。是吗？你都准备好了是吧？其实我这今天准备的只是个歌单。来说回正题啊，就是说开车，我喜欢怎么开呢？我是喜欢规划一个地儿，从我现在的这个起点到那个目的地，这中间是不会堵车的，然后很顺，我就可以一直开。我享受的是那个车在流畅的路上顺利的前进的这种感觉。你要说什么漫无目的的开，我也不行，我还得有点目的，但是我又不能接受堵车。对，所以这种开法会让我觉得挺开心的。就我会想要享受那个在交通法规下的那种速度感，这是我可能会让我觉得舒服和开心的。吃的、喝的、买的、看的、玩的，都聊过了，对吧？前面你提到说见朋友会让你开心嘛？对，我觉得最后我想聊一聊，就是有的时候你开心确实需要找一些人来疏导嘛。对，或者像我一样找一些人来强迫我营业嘛。对，所以见什么人会让你开心？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人？我觉得就是见到好几天不见的爱人是最开心的。天哪！我刚才想说，我这个问题应该不会有人来秀恩爱了吧？应该不会有人来矫情了吧？我的妈，还是可以还是可以。就问你服不服？服了，服了。我跟你讲，服了，不唱歌了，没有歌了。但是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我很真实的一个表达，就是我们俩不是天天在一起吗？
就你不会觉得说这个人有多特殊有多重要，但是一旦你出差或者是我自己独自回家一段时间，不管是中间间隔多久，就哪怕就只是1天，你都会觉得好像这个人就是我觉得哈，这个词是这样，我是这样形容，就是有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性感。最熟悉的陌生人啊是吗？你不会觉得吗？就如果你不是每天见到他，间隔了几天你再见到他，你会觉得就是这个人好像有一点点变化。是，对，会有点这种感觉，对，就是那种陌生感稍微增强了一点。对，就所谓的小别胜新婚嘛，对，对吧？所以就是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性感。用性感来形容是不是稍微有点恶心了？不恶心呀，这个就是爱人之间，你这样去形容不是很对吗？不然的话，爱人跟朋友有什么区别呢？不就差在这一点吗？就不细说了吧，差还挺大的。然后还有就是我见到我外婆会很开心。哎，我见到你外婆也会很开心，对吧？她有一种率性，她是一个非常直率的人，就是她不开心她就会骂你，然后她想要你做一件什么事情，她就会很大声的告诉你你要怎么做。然后那咱俩的感觉不一样。我看你外婆是因为她始终是个笑模样，对，就是她眯眯眼儿，对，然后她那个脸圆圆的胖胖的，然后她老就是那种很慈祥的微笑，所以我每次看到她，我觉得就是她就是在我眼中一个友好的代名词，所以我就每次看到她，我觉得这个人好友好啊。但是你见我奶奶，你会觉得她好像在审视你。对，你奶奶还是比较严肃的，对，她就在看你背有没有挺直，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她就会悄悄走到我旁边来跟我说要把背挺直哦。说你呢，跟我有什么关系？对，然后就是说到这个，我就会觉得，还有就是在上海的路上，如果见到那些打扮干净的，在遛狗或者就是那种很独立的老人，会开心。就有的人会觉得，哎，我在咖啡厅看到几个阿姨，她们叽叽喳喳的，我觉得很烦。但是对我来说，我就不会，我会觉得，会想到自己以后老了，如果能像他们这样，也会很好。我会觉得，就是在一个可能咖啡厅不属于他们会常出现的地方，他们在，你就会觉得这个时代的进步，然后老年人的一些生活过得好，你也会觉得开心。确实有一种生命力。对，我觉得这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的一个特点。对，很多其他的城市咱们确实比较少见，很多老人其实老了就老了，他们就把自己孤立起来了，待在家里。是，对，但是你会发现在上海很多老人，就像你说的，生命力依然顽强。是，对，它就像是一个暮年的一朵花，虽然暮年了，但是还是依然有它的那个色彩和那个亮丽的地方。是，然后另外就是除了人，就我见到朋友的猫和狗会特别开心。见朋友不开心，见朋友之后对朋友没有任何感觉。小狗，哎呦，你谁啊你？小猫特别开心，为什么？因为它们很可爱，但是你又不用伺候它们，就伺候它们的是别人，然后你可以享受它们的可爱，然后那一瞬间你就会觉得哇，好开心啊！就跟玩别人小孩一样呗。对呀、小宝宝真可爱，哈哈。然后哎呀，拉了，来去给换一下吧，你们拿走。是，我和你完全不太一样。就我是一个挺奇怪的人的，就是刚才一开始前面不是说了喜欢独处嘛，对，所以你要问我说见什么人会开心，特定的人我想不太到，但是呢，我喜欢去悄悄的观察别人，会让我开心。偷窥狂不是偷窥啊，咱先前面讲清楚啊，不是偷窥啊，没有任何变态的意思啊，就是我很喜欢看一些重复工作的手艺人做事情。对，我举例子你们就明白了，比如说我很喜欢去那种蛋糕店或者说糕点店。看人家做蛋糕做糕点，这个你也陪我看过，是对吧？咱俩当年读大学的时候，龙凤呈祥，金玉呈祥嘛，不是龙凤呈祥，反正就是哎呀记不得了，反正就是北京的一个挺老牌的一个做蛋糕的一个店，是我们俩就站在那个橱窗外边看人家做蛋糕，看了4个小时，一直看了4个小时，还有小朋友跟我们一起看，就站在那儿，后来小朋友都走了，对，我们都站在那儿看4个小时，腿站得跟棍子一样。对，我喜欢看这种蛋糕师、咖啡师。或者是说切烧鸭烧鹅那些，你看过吧？我也喜欢看那个，我就觉得那种咔咔咔那种切跟那儿，就是切的很整齐，码的很整齐，咵盖到饭上，对这种，哎，我就舒服。还有就是之前不是有一个视频，那个杀猪嘛，切猪肉啊，对，一刀一刀就那种说那个庖丁解牛一样嘛，就是很厉害嘛，切猪对吧？包括前2天我看到一个台湾的一个人在切蓝鳍金枪鱼，哇，那个东西让我太享受。就我自己其实也有一个梦想，就是如果我老了之后，我希望能成为一个就是做这种重复工作的手艺人。就所谓重复工作，就是我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不断的通过重复做这件事情来精进自己。就像我提的什么糕点师啊、咖啡师啊，包括木匠啊这种东西，他就做一样东西，他不断在精进嘛。我其实是特别有这种执念，说我能够成为这样一个人，就是我的人生完美的一个想法。对，所以我有的时候如果觉得自己不开心了，我会去看这些人，我会去解压。就我觉得他们能够非常细心的把一个很简单的东西通过反复的重复把它做完美，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事情。对，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可能在某一个店门口、窗边，或者说进到店里，在一个角落里点一份东西，然后就看他们做一天。对，我觉得挺舒服的。偷窥狂啊！我光明正大，我哪里偷了，对不对？也是，对不对？我光明正大的，你要说不让我看，你可以赶我走，对吧？不要给我冠以偷的名号。对，差不多呗，就这些呗。是，对啊，今天我们其实也聊了很多，其实分享了一些我们两个人自己非常私人的可以让自己开心的一些小窍门，没错，对吧？里面有讲到吃的东西，讲到看什么，讲到买什么，对吧？包括讲到去哪儿。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不开心的时候，有一些自己这些独门的小秘诀，可以让自己瞬间开心起来。对，其实这个在我们专业上，它也是有一个专门的词汇的，就叫 self care。就是翻译成中文就自我照顾或者自我关怀，就是你要去让自己快乐和开心。这个话题为什么我们两个想聊？我是觉得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其实挺虚的，就是你不知道怎么去做，对吧？其实刚才我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讲，其实就是总结一下，其实就是5种感受，就是从你的视觉你去看东西，嗅觉你去闻东西，一些特殊气味，然后吃东西，然后听什么东西，以及你触觉到哪里去，或者去感受什么。就是你如果想不到什么能让你开心，你就去设想，就是从你自己的5个感官，然后你会怎么样让自己快乐。然后另外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特别没有行动力的人或者执行力的人，你可以去做2样东西，就是我们会讲你可以去做一个日历，就是你从周一到周天，你每天去设想一件很具体的事情让自己快乐的。然后另外我们会有一个叫自我关怀的轮盘，就是你把自己会开心的事情真正的写下来，然后写到一个轮盘上，然后今天你要是不开心了，你就转一下，然后你看你选到了哪件事情，你就去干。哦，这个我听说过。是吗？对，就是因为有的人就觉得，比如说花钱他也不舍得，吃好吃他也不舍得，是他就很犹豫嘛，就反而因为犹豫让自己没有办法快乐。所以索性把这个东西交给老天，是你一摇就把上面都是写的你快乐的事情嘛，就随到哪件就去干哪件。是，对，归根结底让自己快乐也是一种能力嘛。没错。对，所以这期节目的核心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每天都快乐。如果一旦要是不快乐的话，我们就可以想出来一些这种方法来让自己快乐。是，对，总而言之还是希望大家每天都快乐。对，如果不快乐你就来听播客。又压上了好吧，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